3年后啊，这3类房子将一文不值，内行人开始行动了。很多人还不知道吧？你们别不信啊，在房价高峰期买房子的人呢，现在都特别的后悔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几年房价都是在一直走下坡路的。有些人的房子只因为啊买涨了1、2年，从而就亏掉了一大笔钱，就是早买了1、2年嘛，甚至还可以说做一套房子的钱都有了吧。我们老百姓挣钱多不容易啊！要是按照以前的房价，闭着眼睛买房子，他都只赚不赔，是吧？可以看看现在的房价，你说不定指望它增值，现在它能保值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要是你手里有3类房子的人呢，劝你尽早卖掉，减少自己的损失。内行人都已经开始行动啊，主动找接盘侠了。你说现在这个行情啊，钱拿到自己手里面，那才是王道。曾经就是说炙手可热的房子，可能以后将变得无人问津。在不久的将来，这3类房子别说亏了，甚至还可能变得一文不值。具体是以下3类，一定要耐心的看完，说不定对你会有所帮助的。第一类就是高层住宅房，刚开始住进去的时候呀，你可能会觉得站得高，看起来景色还挺不错的。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这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了。首先就是每天上班的电梯的这件事情，那是最痛苦的啦。原本想着这些高楼层的风景好，意想不到的是高楼层上面没有任何的东西遮挡，反而噪音和灰尘也就更大了。还有一个隐患就是问题的就是楼层太高，这已经超出了消防救援的极限。高度112米，万一有个什么意外的话，都不知道怎么救援。还有这个楼层太高，只能是用2次供水，水都是提前放在水箱里面的，水的干净程度那可想而知了吧。第二就是公寓房子，这种房子呢，一般面积比较小，房子的总价也比较低。买房子的时候，中介忽悠我们既能住人又能可以办公。可以租过公寓的朋友都知道，这种房子它的环境不好啊，水电都是商用的，比较贵，做起来的话生活成本也比较大。而且这种公寓基本上没有生活配套这些设施这些的，像我们县城公寓房都是配在物流园和批发市场，周围环境嘈杂的，这里面生意也不用多说。以后卖的话还有不少的房产税，确实也会比较困难的。第三就是学区房，曾经火爆一时的学区房，现在已经变得不再吃香了。都知道现在生育率那是1年比1年低，很多学校都已经招不到学生了，到这个地步了，因此学区房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，变得将一文不值。那有些学区房它只是占了一个地理位置，环境和各种配套设施也都不齐全。建议你们手里面有这3类房子的，一定要赶紧出手，别等到以后卖不出去了，否则将来会砸在自己手里面的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大家一定要谨慎的购房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和点赞，我们下期视频